我在厂里干了10年，靠着娴熟的精修技巧，帮厂里拿下8个亿的合同。可车间主任觉得我只是个手工抛光的灰领，年终奖只给我880。面对这种羞辱，我没有争吵，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工厂。远哥，你们组发多少？我们组人均22万，刚到账，你看。宋元，合同下个月到期，续签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马主任，不续了。你说什么？我说不续了。宋元，闹什么脾气？有啥不满意你提嘛，回头我给领导反映。不用反映了，这是我自己买的，跟了我8年，比这厂子对我还终生。天辰1年的净利润在32个亿，而我年终奖值880。马主任，您觉得这事儿还有啥好聊的？宋元，你一个手工抛光的，跟研发部比奖金，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岗位？是，我就是个抛光的，那您再找个抛光的吧。哼，走就走，以为离了他宋元，天辰的亿片就造不出来了。远哥，回家过年啊？不回来了。不回来了？你认真的？合同不续了。远哥，你可想好了啊？你一个技校毕业的。谢谢关心。宋工，走啦。走了，李哥。全场只有他叫我宋工。远儿，今年回家过年不？回，票买好了。你爸说让你别在厂里窝着了，回镇上来。你表叔的建材店缺人。妈，我再想想。师傅说过，我是他带过天赋最好的徒弟，机器只能做到 RA 0.3，我能做到 RA 0.1，全天辰只有我能做到，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灰领。喂，宋远先生，我是中炬航机人力资源部的，姓陆，您方便聊聊吗？中炬航机，您怎么知道我电话？赵德正老师推荐的，他说手工型面精修这个领域，您是他最放心的人。师傅已经退休3年了，还惦记着我。陆总，我刚离职，还没想好下一步。不急，年后有空来我们厂看看，诚意绝对到位，具体的见面再聊。远儿啊，在大厂待了10年，当上主管了吧？还没呢，二姨。哎呦，那工资总涨了吧？怎么也得2、3万。他二姨，远儿工作忙，今年奖金发了不少。妈，二姨，大姑，哎呦，远哥也在啊。洋洋来啦，快坐。听说你跳槽工资又涨了。嗨，没多少，也就涨到了月薪2万5。远哥，听大姑说你从天辰辞职了，想好干啥没？有打算。远哥，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外面大环境不好，你要是不嫌弃，我公司行政岗缺人，我帮你问问。哎呦，那可太好了，远儿，赶紧谢谢你弟弟。别不好意思，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多好。远哥，你年纪也不小了，稳定最重要，别好高骛远。一个手工精度做到 RA 0.1微米的人，被劝别好高骛远，挺有意思的。老刘，远哥，你走之后出大事了。什么事？初五赶工的那批叶片，马主任交给了王磊做型面精修，结果今天抽检报告出来了，12件叶片9件不合格。王磊的技术最多 RA 0.35，那是给哪个项目的件 ？WZ16 军方的合同。WZ16 是天成吃饭的合同，每年光这一个项目就贡献8个亿的收入，交付延期，违约金一天就是300万。马建国疯了吗？敢让王磊去碰军方舰？谁说不是呢？马主任急疯了，把小孙也调上去帮忙。结果小孙磨出来的更差，精度完全没法看。马主任现在脸都绿了。他怎么跟航科交代的？甩锅呗。马建国一口咬定是这批叶片的材料有问题，硬生生逼着质检部去找供应商扯皮。远哥，厂里现在乱成一锅粥了，你要是方便能不能……老刘，我合同到期了，走了就是走了。我知道，就是觉得你10年了，走得太憋屈。憋屈？倒也不至于。880的年终奖教会我一件事，别对不把你当人的地方有感情。来了，喝口热的。师傅，中炬航机的人联系我了，说是您推荐的。你在天辰待着也是浪费。那个姓马的，我以前见过，眼皮子浅，分不清什么活值钱，什么活不值钱。中炬那边什么条件？你自己去谈，我只负责搭桥。不过你先想清楚一件事，你到底想打一辈子工，还是想自己干？自己干？手工型面精修，
全国能做到 RA 0.1的不超过5个人，你是最年轻的一个。我当年要是有你这条件，不会窝在厂里干到退休。先去中剧看看也行，但在去之前，你把这个拿走。师傅，这是您这套工具跟了我40年了，给你。师傅拿着，工具不用就是废铁，跟人一样。师傅，我明白了。宋远先生吗？我是航科集团品质部的顾平，有个事儿想咨询您。航科集团，当今航空发动机的唯一龙头企业，天辰精密的上游甲方 WZ16项目的最终业主。顾总，您说。天辰最近交上来的一批涡轮药片，精修质量断崖式下滑。我们追溯发现，之前合格的批次全部出自同一个人的手。那个人是你。宋工，坐，喝茶。这是天辰去年交付的 WZ16的第7批次，120件涡轮叶片全部合格，形面粗糙度平均值 RA 0.12微米。这是年后天辰刚交上来的第8批次，一共60件叶片，合格率不到30%，平均精度 R 0.45微米。同样的设备，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艺流程，唯一的变量是你不在天辰了。宋远，我直说了，天辰那边我已经发了整改通知，限期30天完成补交。如果他们补不上来，的。手工形面精修不是力气活，是手感。王磊干了4年，手感最多到 RA 0.35微米，小孙就更别提了。那你呢？你现在什么情况？合同到期，离职了。下家定了吗？还没。航科品质部不直接做加工，但我们有合格供应商名录。天辰要是调出名录，得有人补上。顾部长，我一个人没设备没场地，这些都是能解决的事。航科在乎的只有一件精度，而精度握在你手上。还差场地、地租金，还有注册公司的杂费。老刘，忙吗？远哥，不忙，怎么了？借我1500，下个月连本带利还你。远哥，就1500你还跟我客气？拿去用，不用还。必须还。老板，好眼光，这台机子8成新，你诚心要9000块搬走。主轴转动有异响，轴承磨损严重，径向跳动至少在 0.02 毫米以上，磨农机配件型，磨航空件。这机子是个废的，8000，我得自己拆了重换轴承，不卖我现在就走。算你狠，行，8000就8000，自己找车拉。就这间20平，虽然破点儿，但通了3项电，1个月1000，押1付3。800，不用押1付3，我先付1个月的。顶棚漏风我自己用纸板糊，电线老化我自己重新走线。顾部长，我想注册一家个人工坊，申请航科的供应商名录，需要什么手续？先注册执照、税务，然后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提供设备清单、人员资质，最关键的是样件检测报告。宋远，你要做一件样件送过来，精度达标，名录的事儿我来推。收到。停！RA 0.42又废了一件。王磊，你他妈是不是存心搞我？马主任，这批材料太硬了，砂轮一压上去就打滑，稍微大一点，表面直接被划出一道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邪门的件儿。航科给的整改期只剩27天了，27天！你要是再做不出合格的，老子开除你之前，先扒了你的皮，继续磨。小孙，你也上。你们2个就算把手磨断在车间里，也得给我交出2件合品品。样片加工记录，第1阶段，粗磨，转速调至800转，粗磨完成，半精磨完成。接下来进入最终阶段，手工精修不是力气活，是手感，再稳一点。RA 0.08成了。
宋远，检测结果出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别动，就在大厅等我，我把报告亲自拿下来给你看。老宋，你自己看。过了就行。那明路的事儿 ，RA 0.075，比航标 A 级要求高了整整1个量级。我把报告给我们副总看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双手是国宝。明路申请已经特批通过，下周一会生成你专属的供应商编号。RA 0.52边缘崩缺，又废了一件。王磊，你他妈眼睛长在脚底板上了吗？马主任，那个1.2毫米的平台根本进不去刀啊，只要稍微一碰力道就卸不掉，我不干了，我真的干不了了。主任，我这件也废了 ，RA 0.48，12件，今天补领的12件毛坯又全军覆没。主任，远哥以前到底是怎么磨的呀？这根本不是人能干的活。闭嘴，不许提宋远。主任，瞒不住了，要是让钱总知道，谁敢说出去，我立刻让他滚蛋，全场通报开除。那怎么办？继续甩锅，就说新批次的材料内部有微观裂纹，质检部那帮吃干饭的看不出来，我们就一口咬死。去库房再领12件出来，老子就不信拿命填不出2件合格的。老马，听财务说车间领用量有点大呀。钱总，这材料太坑，为了保质量，报废率高了点，稍微高了一点，一天费几十万，你管这叫稍微？已经在整改了，绝不耽误合同。老马，公司不养闲人，有个叫宋远的人怎么不在了？嗨，您别提他了，那个宋远漫天要价，这底层工人要惯坏了，我就让他滚蛋了。哼，一个抛光的还敢要挟公司，走了就走了，2条腿的窃工满大街都是。对，钱总英明，他出了天窗顶多修自行车。行了，你盯紧点儿，航科盯得很紧，月底交不出货，老马你算干到头了。明白。宋远先生是吗？航科精密件运送5件特种镍金高温合金毛坯，请您核对指纹签收。好。顾部长，老宋，5件测试单的检测报告出来了，有没有瑕疵？瑕疵？老宋，我干品质部15年，没见过你这么离谱的数据。5件叶片形面精度全部在 RA 0.09微米，更可怕的是，这5件叶片之间的精度偏差控制在0.01以内。能用就行。能用？你这手稳得像加了8轴活螺仪，你是机器人吗？我比机器人便宜。老宋，第一笔加工费4万块，我已经让财务走特批通道打过去了。远哥，你现在算是熬出来了，你都不知道你走之后天辰现在是个什么鬼样子。马建国还在甩锅，甩不动了。航科那边的审核员也不是吃素的，查了进销捆记录，原材料供应商压根儿没换过。马建国那个谎当场就被戳破了。航科给的30天整改期还剩几天？8天，就剩最后8天了。那批反红的叶片，王磊磨了3遍，每一遍都被质检部打回来，废品率高达90%。马建国现在急得上火，见人就咬。8天，王磊搞不定的。我知道，全场都知，但没人敢说。为什么？因为马主任在厂里放话了，说宋元走了正好，省得他一个人拿着毒活，搞得其他人都没活干。他真这么说的？远哥，你别气，马建国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眼皮子浅，功劳全往自己头上揽，出了事全往别人身上推。你在的时候他拿你当工具，你走了他拿你当靶子。我不气，不气。 8天后，航科的最后通牒一到，马建国和天辰要面对的东西比我的情绪严重10000倍。一个快死的人说的话，我气什么？主任完了！喊什么丧？最后那5件过了没有？废了，全废了。RA 0.41最差的1件边缘直接崩缺了。质检部那边刚下了死命令，拒绝再接收我们车间的任何送脚件。废物，一群废物！废物！老子养你们有什么用？主任，真不行了，要不去求求宋哥吧，我给他磕头都行。再这么下去，8个亿的合同一违约，钱总会把我们活埋的。闭嘴！谁他妈也不许去！天辰离了他宋远，难道就得关门？去人才市场，给我开月薪2万，不开3万。
老子就是拿钱砸，也要砸出2条腿的济公来！滚！宋远，你想看我的笑话？你做梦！顾部长，您看您大老远跑来突击检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安排人去接您啊！提前打招呼，好让你们把这些废铜烂铁藏起来吗？这就是你们整改了23天的结果。顾部长，您息怒，这事儿真不能怪我们工人。这第8批次的毛坯材料内部硬度极度不均，沙漏一压上去就打滑。我们已经向贵司反馈过很多次。材料问题，马建国，你是不是觉得航科品质部的人都是瞎子？我们溯源了第8批次的所有炉号记录，进行了3次破灭性金泥分析。这批特种镍基高温合金跟前期批次出自同一个供应商、同一个熔炼炉、同一批次配方，硬度变动不超过0.1%。马建国，你还要撒谎到什么时候？顾部长，这可能是我们新招的师傅还没完全适应。哼，不用适应了。所有天辰精密的加工人员听好，从这一秒开始，立刻停止所有 Z16项目的加工操作，封存所有未加工毛坯及废件。顾部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有7天时间啊！不用7天了，天辰 WZ16合同即刻暂停，后续发函直接对接你们钱总。8个亿，天辰1年1/3的营收，因为你这个蠢货满嘴谎话，现在全完了。钱总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宋远手里捏着核心工艺啊！你不知道？你是车间主任，他在你眼底下干了10年，你他妈是个死人吗？这都不知道？钱总，我以为他就是熟练点，我真的去挖人了。我花3万块去挖了南方大厂的师傅，可是昨天人家刚上1天班，连夜跑路了。逼走骨干，伪造质量骗甲方。马建国，你要把天辰往死里搞啊！滚出去，给我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去财务部领这个月的工资，你被免职了，降为副主任，留厂查看。回来。宋远联系方式给我。1386562。滚！喂，宋远吗？我是钱志源。钱总您好。听说你从天辰离开了，这个事情我之前确实不了解。老马这个人做事毛躁，我已经狠狠处分他。钱总有事直说。航科把 WZ16的单子单独拆开了，你在这一块是专家，想请你回来。回天辰？对，只要你回来，条件好商量，我可以破例给你中层管理级别的待遇。钱总，我现在有自己的工坊了。工坊？你自己开的？你一个人的小作坊吃不下这担子。能不能吃得下，航科说了算。我这边还有个活要赶，先挂了。我在天辰干了10年，你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现在你的8个亿悬了，你知道我叫宋远了。晚了。2个月1个人，42件 WZ16 涡轮叶片，全部一次性通过，33万6千块的加工费到账。远精工终于像个正经的样子了。宋哥，小孙，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老刘告诉我的，他说你搬新厂房了。宋哥，我也从天辰辞职了。为什么？因为第8批次叶片的事儿。马建国那个王八蛋，航科一停合同，钱总发了雷霆之怒，审计查下来，马建国直接把锅全甩到了我头上。坐下说。他联合给质检部的人做了一份假的事故报告，说是我操作极其不规范，导致叶片全部报废。第8批次不是王磊主力磨的吗？你只是上去补救。王磊跟马主任是什么关系？过年过节礼送的比谁都勤，锅当然不能让王磊背，我就是个没背景没手艺的垫背的。宋哥，我在天仓这2年算是彻底看透了。宋哥，我想跟你干。站直了说话，男人的膝盖是用来磨叶片的，不是用来下跪的。宋哥，我在天辰2年，只有你认真教过我。马建国他们从来不把技术当回事儿，他们只认人情世故。跟我干。你知道我这儿1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吗？多少都行。宋哥，我是想学真东西。留下可以，试用期3个月，工资5000，包吃不住。3个月后，如果你的形面精度做不到 RA 0.25微米及格线，卷铺盖走人。谢谢宋哥。先别谢，明天早上6点开工。测。RA 0.42， 8个小时，原地踏步，边缘还有2次划伤的毛刺。宋哥，我真的是按你的手法走的，但那个弯掠角力道就是控制不住，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天赋？天赋？这世界上最没用的就是天赋。起开！看好了，我只演示一遍。看表。宋哥，你的手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有什么秘诀吗？没有秘诀，
那怎么可能？10年，3万件航空叶片，硬生生磨出来的。用3000木砂纸把刚才那个动作给我重复5遍，找不到手感，明天就滚蛋。是。哟，宋远，好久不见啊。怎么样啊，远哥？这破车能拉货吗？一天能赚出个饭钱不？还行。厂里重金挖了个大神，叫刘大勇，6厂干过的。那挺好的。老马说你也就是个磨叶片的，技术含量跟枣子里搓枣的差不多。说完了。你帮我转告马建国一句话。什么话 ？WZ16叶片有个盲区，必须换45度斜置羊毛轮，从尾缘方向进刀。刘大勇如果不知道这个盲区，他精修出来的叶片，哪怕勉强通过了厂里的粗检，只要装上发动机试车，200小时内必出微裂纹，到时候天辰都得完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在第1年就发现并解决的，文件没写，马建国更不知道。宋哥，你看这件，犀利面不错，但尾围毛刺没清干净。我用3000木修了10分钟，不够，得用5000木平推把毛刺压回去了。看好，45度斜角带，用指腹感受反弹。你来。还差一丝，练到大标再吃饭。是。刘师傅，能下刀了吗？航科那边催得紧。催命啊！这什么狗屁图纸，连进刀路径都没有。刘师傅，您是大拿，这点小问题难不住您。看好了。我操！这是怎么回事？废了！废了！你们这他妈是坑人！老子不干了！刘师傅，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怎么办？你的死活关我什么事？老刘，远哥，神了！你简直是诸葛亮在世！刘大勇把叶片磨报废了，废了，彻彻底底废了，直接崩出了一道沟。刘大勇当场跑路了。意料之中，马建国请谁都没用，不了解这结构，来一个跑一个。远哥，那可是天辰8个亿的合同啊，就这么没了。他们以为走了一个搓澡的，他们不知道走了一座矿。宋哥，我做完了。放平。又废了吗，宋哥？我是不是真的不行？这已经是第4个月了。RA 0.22，什么？及格线是 RA 0.25，你做到了 RA 0.22，试用期过了。宋哥，谢谢你。别谢我，谢你自己。4个月，你一天都没偷过懒，这就是你应得的。老宋，我等你这句话等了整整2个月了。老宋，有个绝密消息要听不？天辰精密的 WZ16合同，今天早上已经正式解除了。8个亿的合同，他们钱总没去总部闹。闹？他拿什么闹？交上来的件儿废品率高达95%，原材料造假，虚报技能等级，底裤都被扒光了。老宋，总部决定把天辰剩下的订单全部转移给你。全部转移给我？对，全部。知道了，合同你好发我。马建国，这8个亿的代价，你们终于付清了。远哥，天辰炸锅了，大地震啊！航科解约函一发，钱总在办公室把茶几砸了，骂马建国整整40分钟。马建国呢？马建国被开除了，审计查出他弄塑作假，把王磊虚报成高级死，直接滚蛋了。一个本该好好经营的工厂，被一群短视的管理者搞成了这样。知道了。远哥，厂里人心惶惶的，好多人都在找后路。老刘，你怎么打算？你要是愿意，可以来我这儿。远哥，你说真的？真的，但我这边条件一般，工资现阶段给不了太高。多少都行，远哥，我信你。远哥，毛坯还有80件，下月得再送一批。知道了，耗材盯紧点，砂纸不能断。张总工，这就是远近工。老宋，张总工要见你，别紧张。签分表呢？不错，那套工具是老赵的。是，师傅留给我的。这张表是你写的？是。这个斜置进道方法从哪儿学的？靠手感自己摸索出来的。小顾，
知道为何国内那么多大厂都做不好吗？因为材料和结构。错，最难的是控制纹理方向。最优解我用2年超算才得出，结论一模一样，全国就你一个。您过奖了，我师傅也能。老招做不到 RA 0.08。航科有个新绝密项目，代号天旋，难度提一个量级。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随时打我电话。老宋，把握住。远哥，那老头是谁啊？太吓人了。航发最高权威之一。天旋项目，咱们能做吗？没挑战的活，不配用我这双手。宋远，钱总，做完再说。久等了，什么事？天辰请你返聘，年薪60万加分成。不回了。你别急，听我说完。还要说什么？想谈谈代加工。加工费多少？3500一件。3500够养活你们了。市场价至少6000，你给3500，老东家互相照顾下。年终奖发880的时候照顾我了吗？你请回吧。宋哥，刚才真帅。干活。小作坊产能就是天花板，要想真正站稳脚跟，必须扩大规模了。张总工，天学的样片周一到，不过天学的叶片材料换了。换成什么了？第4代单铅高温合金。有挑战。这就对了，没挑战不找你。宋哥，这就是天旋剑。第4代单纤高温合金。这一件毛坯得多少钱？12万。越贵的东西越不能怕。手一抖，抖掉的不是精度，是胆量。去干活，这件我来。不能用普通手法，必须换细密度研磨膏。失败了，差了0.04。微米加工里0.04是天片。师傅，第4代单曲合金，你以前磨过没有？没有，这东西是10年前才出来的尖端货，我那时候已经退了。怎么碰壁了？是，天旋项目第1件样件，我磨了20个小时。起步精度做到多少了？ RA 0.12。很不错了，新材料第一次上手能做到0.12，但他们要 RA 0.08，不够。那就继续磨。继续磨？不是磨叶片，磨你自己。我懂了，手感没有捷径，只能用无数次失败的肌肉记忆去喂。张总工，第1件样件我没达到要求。我猜到了，要放弃了吗？不，我需要您调拨5件天绥项目的废毛坯给我，我要专门用来练习。好，毛坯下午送到。60万，60万就这么被宋哥当砂纸磨了？这哪是磨叶片，这是在烧钱啊！前半程用新推导的劲道路径突破硬度层，后半程回到经典手法，但力度必须降低1/3。宋哥，还差一点，找对路子了，拿极细金刚石膏来。过了0.079，宋哥，你做到了！包好，宋姐。远哥，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慢点说，天辰那边又怎么了？大变动，总部派的审计组终于查到底了，钱志远被直接免职了。免职？因为 WZ16 合同的事儿？对，审计查下来，明确指出天辰管理层在人才管理上存在重大失职，逼走核心技术骨干，导致公司直接损失8亿合同。钱志远作为总经理负主要责任，直接就地免职，卷铺盖走人了。这是因果，他们种下的880块的因，现在结出了被扫地出门的果。远哥，我是真的服了。当初我还在想，你一个人怎么跟天辰的那么大的厂斗？现在看来，在绝对的手艺面前，那些搞人情世纪、溜须拍马的套路，全都是纸老虎。老刘，天辰的故事翻篇了，接下来咱们要准备迎接天旋的正式批次。对 ，WZ1660件毛坯今天下午必须送到。好，我在这儿等着签收。这位先生，您找我们宋总到底是什么事儿？推销机床的我们可不需要。刘主管误会了，我不是卖机床的，我是来送钱的。启航资本，周总，我不认识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宋总，圈子就这么大，天辰机密丢了航科8个亿的 WZ16 合同，这件事在航空制造圈已经炸开锅了，而接盘的居然是一个只有4人的小作坊。这个故事本身就极具投资价值，我对讲故事没兴趣。远近工目前现金流健康，
不需要融资。周总，请回吧。宋总，你确实有技术壁垒，而且极高，但你现在的痛点不在技术，而在规模化。你一个月能做60件 WZ16 毛坯，靠的是你和团队的拼命。但如果航科下个月要120件呢？你一天能磨几件？你的手一天能干多少个小时？宋总，你一个人撑起了远交工的全部信誉，但如果有一天你的手出了意外，受了伤，或者干不动了，这个4人工坊还能运转吗？你需要什么条件？500万，用于扩建场地，添置顶尖设备，建立培训体系。我只要远精工15%的股份。500万就换15%，那我们破厂房岂不是估值3000多万了？周总，资本的钱烫手，我需要考虑。另外，远精工的绝对控制权和技术标准不可能让步。当然，技术你说了算，我不着急。这周我都在这座城市，想通了，随时给我打电话。太硬了，怎么会这么硬？跟 WZ16 的镍基合金完全不是一个东西。砂轮压上去，就像压在了一块冰冷的钻石上。不行，宋哥说天学的胶漆很紧，我必须把速度提上来。如果我做不了，所有的重担都要宋哥一个人扛。12万的毛坯碎了，怎么回事？宋哥，我对不起你，我把它磨崩了。站直了，我问你，这是那件练习件还是正式件？练习件。怎么崩的？我按 WZ16 的手法做的，到夜间位置的时候，我急着赶近路，力度跟以前一样压了上去。可是这个材料太硬了，根本切不动，砂轮一跳，直接就……愚蠢！第4代单芯合金，你敢用 WZ16 的力度去生湿？这种材料硬，但是极其脆，你用蛮力去压，它的内部应力无处释放，不崩它崩谁？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力度要比 WZ16 减弱1/3，进刀的速度要慢1倍。不要用手腕去死磕它的硬度，用你的手指去感知它筋格的排列方向，顺着它的纹理去卸力。看到没有？手指控力不是手腕。宋哥，天随的叶片比 WZ16 难10倍，但我没时间等你慢慢成长，我给你3个月时间。3个月后，你必须做到天旋叶片 RA 0.12的精度。如果3个月你做不到，宋哥，如果我做不到呢？天旋的精修，我一个人死扛。宋哥，我不滚，给我2个月。你说什么？给我2个月，2个月内我一定把天旋的手感练出来。做不到，我自己滚。好，2个月。远哥，停！你的手！别过来，别碰我！流血了，皮都裂开了，先包扎一下。不能停，最后3微米的余量，现在停刀，受力点一变，之前的12个小时全废了。疯了！你真他妈疯了！为了这10件破金属，你命都不要了。上表测0.072，宋哥10件全过了。哭什么？男人的血留在战场上，值了。远哥，天辰新总裁来了。宋总，我是天辰新总裁李建平，手不方便，有话直说。天辰处境艰难，请宋总拉兄弟一把。天辰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如果是来谈代工的，门在那边。谈收购，2000万全资收。宋总，一个人单打独斗太累了，你看你的手都伤成这样，拿了2000万，你安稳坐在办公室里喝茶不好吗？2000万买我还是买天辰重回名录的门票？双赢嘛，你需要资本扩规模。想拿区区2000万填天辰10亿的库洞，年轻人别太气盛。你真以为航科会把宝全压在你这4个人身上？李总，看清楚了，这只手刚磨出了 RA 0.072极限精度。你这是干什么？资本买不到手艺人的魂，滚出我的工坊！敬酒不吃吃罚酒，只要你的样品在测试里有一丝一毫的瑕疵，远精工立刻就会被踢出局。2000度极限实况已经持续120分钟，准备进行超临界冷却嘴火。3、2、1，降温。热阵循环结束，开启 X 射线3维探渗。张总工，10件样嵌全部完好，微观晶变未发现任何微裂纹，应力分布极其均匀，热应力完全疏导了。好一个宋远，他那双手比这台2个亿的实验室设备还要神。张总工，那这批样件特批通过，马上给法务部和采购度下指令。天学项目的涡轮烟片精修，立刻启动战略级单一来源采购流程。单一来源，那可是不经过公开招标，直接指定唯一供应商的最高待遇啊！
这种带着人命和国运的绝密件，除了宋远，谁敢碰？谁能碰？马上拟定合同，第一批次200件，单价12万，让远金宫准备接战。宋总，这都下午2点了，样品不过2000万没了。周总，对赌协议带了吗？带来了500万，换远金宫15%的股份，但前提是你必须拿下天璇的正式订单。老宋，过了，10件全过。何时签正式合同？不签常规，单一来源，杭科只认远金宫一家。宋总，单一来源，你赢了，签字吧，半小时内到账。周总，合作愉快。宋总是个狠人，这500万你打算怎么烧？买3台顶配的进口3座标测量仪，在工业园租下1000平米厂房，招募学徒，砸出生产线。轻点儿，机子30万，碰坏了卖了你都赔不起。元哥，宋总有事。宋总，天辰车间解散了，我没钱交房贷，老婆要跟我离婚。你失业跟我有关吗？宋总，我干了4年抛光，好歹算个熟手，你让我进来吧，工资2000就行，只要管顿饭。王磊，你他妈还有脸来这儿？当初说远哥迟早黄，现在跑来装孙子。我错了，刘哥，我瞎了狗眼。宋总，看当年份上，拉兄弟一把。王磊，你以为我是在记仇？你不配进，因为你手烂，心思全用在送烟倒茶。门槛是2A 0.12，工人是死磕的疯子，你连提鞋都不配。宋哥，我知道错了。天辰惯废了你，市场教你做人，滚！保安，把这要饭的给我轰出去！这里是远金宫的新版图，一个用纯粹的技术和资金砸出来的精修帝国。停，上表测尾圆弧度。宋总，这件的图纸及格线是 RA 0.2 0.14，算合格了吧？废品重做。可是宋总，杭科那边的粗简标准真的只要 0.2。图纸上的及格线是给机器定的底线，不是给你们定的。你们坐在这里，用的是全国最好的金刚石研磨膏，拿的是比普通技工高3倍的工资，在远金宫没有勉强及格。我的标准只有一条 RA 0.12，哪怕是一件不值钱的模拟件，只要过了 0.12， 在这里就是垃圾。图纸可以容忍误差，但在万米高空，以2000度高温运转的发动机不会容忍。你今天在模拟件上放过一个 0.14， 明天在正式件上就会造出一个忌讳人亡的炸弹。听懂了吗？听懂了，马上重做。宋哥，这批学徒的手感基本都建立起来了。天璇项目的第2批常规件，下周就能完全由他们接手粗磨和半精磨，您的压力能减轻1大半。盯紧良品率，规模扩大了，最容易崩的就是质量体系。天辰怎么死的？你要刻在骨子里。明白，我每件都亲自复检。远哥，天学尾款全到账了。多少？2400万。抛去成本，咱们净利润破1500万。现在看着这账面上的0，我眼晕。咱们买辆豪车撑门面吧。老刘，钱买不来核心技术，那这钱不花？拿出500万去德国订购一台最顶级的纳米级3座标测量仪，再拿500万去挖几个材料学博士。挖博士？咱们工厂要博士干什么？材料迭代快，不能总靠试错见手感，要从微观结构破解切削原理。顾部长，老宋，清空防爆密室，切断监控。出什么事了？张总工在去你那儿路上，军车开道，10分钟后到，真正的硬仗来了。宋远，天绥的量产证明了你的实力，但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不是金属，这表面连光都不反。它是新一代陶瓷基复合材料，重量只有高温合金的1/3，但能承受2200度的极限高温。这个项目代号长风，它是为了下一代高超声速飞行器准备的心脏，飞行速度马赫数4。老宋，在马赫数4的工况下，叶片表面的气流边界层会薄到纳米级，任何1微米的表面粗粗度都会引发气流的剧烈团流，导致局部温度瞬间飙升几百度，直接烧毁发动机。天璇的精度要求是 RI 0.08， 长风的精度要求是 RI 0.05。我试试手感。切不动，硬度甚至超过了金刚石工具，而且完全没有金属的韧性，是绝对的脆性材料。对，这就相当于
让你用砂纸去打磨一块极度脆弱又极度坚硬的玻璃，力度大1分直接碎裂，力度小1分留不下任何痕迹。宋远，你师傅留给你的那套工具在这个项目面前已经是一堆废铁了，过去的经验救不了长风。老宋，这个任务国内已经有3个国家级实验室接手过，但无一例外全部在精修阶段把眼片磨碎了。如果你觉得没有把握，行科不会勉强。顾部长，不用激将法，没有工具我自己造，没有手感我自己练。RA 0.05我接了。好小子，有种！我需要10件这样的废弃毛坯用来试错。另外，我需要你们调取目前世界上所有关于 CM 材料切割的实验室失败数据。今晚12点前，10件毛坯和50个 G 的数据会加密传送到你的终端。宋远，你是大国重器的刀锋，30天，我等你的样件。宋哥，那可是陶瓷机啊 ，RA 0.05，这根本不是人手能做到的。人手做不到，就让手进化。去把老刘叫来，让他停掉1000平米车间里所有的次要生产线，把所有的顶级工程师全部调到研发室。从现在开始，远进攻进入1级战备。今天大厂全来了，张总工亲自报告。长风的样件还在试，叫我来有点浪费时间。哟，顾部长，钱总，听说你重启炉灶了？顾部长消息真灵通，我钱某人有资本有渠道，到哪儿不能东山再起？瑞昌精工，我打造的新一代航发制造航母。宋远，你那作坊还没倒闭？今天这种场合是你该来的吗？手稳不住了，只能靠嘴磨叶片。宋远，你别太狂！我重组瑞昌砸了5000万，全套德国设备加专家团队。行科看重精度，不是砸钱。手工产能太低，我的设备1天100件，长风要求极限精度，你磨得出来吗？钱总，机器的上限是人定的，手的上限只有极限。长风的材料，你的刀头连白印都划不出。今天把大家叫来，不听废话，不念报告，只说2件事。第一件，天旋项目成型了。天旋的涡轮温度突破了2000度，这意味着我们的战机终于有了一颗能和世界最顶尖对手硬碰硬的心脏。而在这个过程中，卡了我们足足2年的形面精修问题被彻底攻克。听见没？肯定是上面出面，从国外弄到了最新的数控算法。今天只要他一宣布设备招标，我们瑞昌立刻跟进。5000万的德国设备，谁能争得过我们？大家肯定很好奇，是哪家大厂引进了什么上亿的设备，做出了 RA 0.08的精度，并且扛住了2000度的热震测试。没有大厂，没有上亿的设备，甚至在3个月前，这家企业连航科的供应商名录都没进去。攻克 1.2 毫米盲区，突破第4代单晶合金加工极限，靠的不是什么进口的数控机床，而是一个人用一把几千块钱的手工油石，1微米1微米，用血肉之躯磨出来的。远进攻，宋远，站起来！就是这个年轻人，带着一个只有4个人的小作坊，就是这双手，拿下了天旋项目的战略级单一来源。他证明了一件事，在真正的大国工匠面前，国外的那高科技壁垒就是一层窗户纸。钱总，怎么会是他？远进攻单一来源，那我们瑞昌怎么办？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一个搓澡的，凭什么拿到国家的单一来源？但是天选只是个开始。第2件事，长风项目正式启动，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精度要求 RA 0.05。长风项目面向全国进行样件盲测招标，1个月后，谁能把 RA 0.05的 CSM 叶片交到我手里，谁就是下一代国之重器的心脏铸造者。不限手段，不限设备，只认结果。宋远、张明哲，你们合伙羞辱我！远进攻算个什么东西？钱总，张祖公不是说了吗？长风项目公开盲测，我们的德国设备。德国设备？我还有德国设备，我砸了5000万，就不信碾不死他一双肉手。2年，钱总，这德国人也干不了。德国人干不了，不代表我干不了。钱总，您的意思是？1个月前，我花重金通过特殊渠道，从德国的一家顶级航空材料实验室买到了一件他们秘密研发的 CEM 材料标准测试块。这块样件的表面粗糙度用德国最高精度的仪器测过，正好是
RA0.05。钱总，那是军方的绝密盲测啊！你要是用德国的样块冒充我们自己的加工件交上去，这叫欺骗军方。一旦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掉脑袋！我如果拿不下这个项目，下半辈子就在牢里过。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们在德国样票上做一点点伪装，重新打上瑞昌精工的代码，盲测一过，拿到国家级的资质，那帮风投的钱就会源源不断的砸进来。到时候我们有的是钱去慢慢研发。王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伪造加工数据的活儿你亲自去办，做得干净点儿，做成了我分你5%的股份。你要是敢退缩，我先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宋哥，温度快到600度了，树脂要碳化了。闭嘴，盯着秒表。陶瓷基材料硬度极高又极脆，硬碰硬必然崩裂，必须用一种既能包裹住金刚石微粉，又具有极强退燃性的柔性结合剂。刀刃碰到硬点时，结合剂微观收缩卸力，越过硬点时，瞬间回弹切下。最后一次配方，成败在此一举。小孙，上表。宋哥 ，RA0.049 突破了，真的突破了！装箱，去北京。宋远，你卡着点来了。张总工，幸不辱命。宋总，这1个月没日没夜的手搓，累坏了吧？可惜啊，手工作坊的时代，今天就要彻底画上句号了。张总工，我们瑞昌精工提交的样件是完全依靠我们5000万引进的德国5轴联动全自动机床，加上最新的 AI 算法，一次性加工成型的，全程没有任何人工干预。检测报告刚才已经出来了，我们的精度是 RA0.048，不仅达到了国家标准，而且具备无限量产的能力。这就是资本和科技结合的绝对力量。宋远的样件精度 RA0.049。宋远，听见了吗？RA0.048对 RA0.049，你这双手终究还是败给了我的机器，你输了。宋远，赶紧卷铺盖走人吧！这种国家级的绝密项目，不是你这种灰领能碰的。钱总，这件 CM 叶片真的是你们的机器醒出来的？当然，张四公，所有的加工程序代码我们都带来了，就在这个 U 盘里。我能看看你们的样件吗？这是商业机密，凭什么给你看？给他看。盲测环节，技术公开透明。王磊，这件叶片是你负责操作机器加工的。是我。怎么样？我问你 ，CM 材料的硬度极高，你们的5轴机床在加工吸力面 1.2毫米平台的时候，主轴转速设的是多少？28000转，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巨星金刚石刀头。28000转，切合液用的什么型号？用的是非水基合成切合液。放屁！宋远，你这是输不起，血口喷人！张总工，机械加工无论机床多精细，刀头多锋利，在金属或陶瓷表面必定会留下有方向性的机械剪切应力纹，但这件叶片上没有任何机械切削的痕迹，它的微观表面呈现出绝对均匀的蜂窝状闭合结构。这种结构根本不是细出来的，而是用化学气箱沉积或者激光烧蚀技术在实验室里一层一层长出来的。你胡说八道！你一个手工技工懂什么激光烧蚀？你这是嫉妒我们瑞昌的技术！顾部长，德国弗劳恩霍斯研究所为了防止他们顶尖的航空材料样块被窃取技术，都会在材料内部掺入极微量的同位素示踪剂乙90，把这件 RA0.048 的奇迹放进光谱分批仪里打一束光，如果里面有乙90的波峰，这就不是瑞昌精工加工的样件，这是他们花钱从德国买来的标准测试块，这是彻田彻尾的造假。不准测，这是我们瑞昌的机密。去测，马上给我出结果。张总工，光谱图显示，在波长395纳米处出现了极其强烈的特征波峰，确认为微量同位素乙90。这件样块是德国弗劳霍夫研究所的实验室标样，根本没有任何2次加工的痕迹。混账！国之重器，你也敢拿来造假？张总工，我错了，我真的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德国的设备根本切不动这个材料，如果我拿不下这个项目，瑞昌精工就破产了。首长饶命，都是钱总逼我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警卫，把这2个人控制起来，通知国安和精监介入，
彻查瑞昌精工的资金底细和这块德国样钱的走私渠道。宋远，你怎么知道那是德国的样块？因为真正的刀锋一定会留下痕迹，无论是留在金属上还是留在手上，没有痛感的数据全是假的。张总工，瑞康出局了，我的 RA0.049 能不能拿到长风项目的合同？拿去！长风项目第1阶段量产，远精工唯一指定供应商。远哥，出大事了！瑞昌精工虽然被查封了，但钱志远那个王八蛋在去之前了一颗雷。说清楚。钱志远为了筹那5000万去买德国设备和造假样件，把瑞昌的流动资金全抽干了。为了补窟窿，他上周私下把一批60件的涡轮叶片卖给了东恒动力。东恒动力，那是一家做民用航发动机的2级供应商。他们买的什么型号？就是 WZ16的民用衍生版降件，单价2000块。2000块 ！WZ16的特种镍金属毛坯，报废当废铁卖也不止这个价。他哪来的货？是当初在天辰，王磊和马建国为了赶工，强行进刀磨废的那批残次品。钱志远离开天辰的时候，买通了库房的人，把那批废件当成废料低价拉走了。他让王磊在瑞昌用沙袋机强行把表面的毛刺抛光，伪造了合格证，当成尾货塞给了东恒。胡闹！那批件在 1.2 毫米盲区受过王磊的平推，表面看着光滑，内部晶界早就被硬生生撕裂了。装上转子，离心力一拉，100%断裂。那怎么办？东恒的人不知道啊，他们图便宜，以为捡了漏。顾部长，东恒动力最近有没有发动机在做整机测试？东恒有啊，他们承接了一款中型运输机的动力包，今天上午9点，刚在西郊第5测试基地上台架，做150小时的极限超转耐久测试。怎么了？立刻停掉，让他们马上按下急停键。转子上有60片带着微裂纹的残次品，转速一旦突破12000转，叶片就会飞脱击穿机闸，这是机毁人亡的定时炸弹。什么？你等我立刻给基地发越级指令。我马上派直升机去接你，我们直接去西郊。油压正常，排气温度850度，准备进入第2阶段，将转速拉升至12500转。停止测试，切断油路，马上急停。顾部长，这怎么行？150小时的耐久测试刚跑了1个半小时，现在急停，300万的测试费就打水漂了，整个试验数据全部报废。数据报废总比机组人员殉职好。让开！你是谁？谁让你进来的？这是东恒的独立项目，航科总部也不能在关键时刻强行干预。转子现在状态极好，没有任何异常震动信号。震动信号出来时候，你的脑袋已经被击穿了。那批烟片内部有致命的机械剪切应力纹。你完了！你这是严重破坏国家重点试验。我是航科品质部部长顾平，一切后果我来承担。赵总工，马上组织拆解小分队，把高压挖涡轮段的转子的给我拆下来。好，顾部长，如果拆下来什么毛病都没有，你们2个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基地。拆！这批叶片外观堪称完美，连出厂的 X 光坦震报告都没有任何问题。赵总工， X 光坦震只能测出内部的气孔和夹沙，但它测不出被抛光掩盖的微小晶界撕裂。去，拿1桶最顶级的荧光渗透剂来，关掉车间所有的照明灯，准备紫外线探渗灯。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你能查出什么花来，按他说的做。关灯。顾部长，闹剧该收场了。裂了！这怎么可能？刚才的转速是10500转，如果我晚来10分钟，让你们推到12500转，这11千高片会瞬间齐根断裂，断裂的眼片会以超过子弹3倍的速度瞬间自穿机壳，摧毁控制室的防爆玻璃，把你还有你身后这群年轻人的身体打成碎肉。对不起，宋专家，谢谢你救了我们全组31条人命。老宋，这批叶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天辰精密和瑞昌进攻留下的杰作，他们为了赚2000块钱的差价，把因为操作不当产生内伤的残次品
通过翻新卖给了东恒。顾部长，现在是下午2点，钱志远和王磊在国安局应该还没招供吧？把这份荧光铁式报告还有东恒动力的采购合同发过去。我明白，这已经不是经济诈骗和造假了，这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我是顾平，立刻向经侦和国安移交最新证据。瑞昌精工钱志远、王磊涉嫌倒卖重大缺陷航空舰，请求立刻升级批捕级别，绝不能让他们走出审查室。钱志远，60件带有严重微裂纹的残次品涡轮叶片，被你以2000块的单价伪造出厂合格证，秘密卖给了东恒动力，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我只是想周转一下，我没想害死人啊！没想害人！西郊第5测试基地那台承载着机组人员生命的发动机，如果再运转10分钟，那11块带着致命内伤的叶片就会瞬间解体脱落，整个测试机组31条人命就会全部被碎片击穿。你管这叫没想上人？这是极其恶劣的间接谋杀。你的从犯王磊在经侦介入的第1个小时就已经全部招供了，包括你们怎么买通库管从天辰偷出废件，怎么用沙袋机抛光掩盖裂纹，以及你们怎么走私德国实验室的同位素测试块，企图骗取国家长风项目的机密研发资金。王磊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是他干的，掩盖裂纹是他抛的光，造假也是他提议的，不关我的事儿，我是被他蒙蔽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严重危害国家公共安全。钱志远，你下半辈子的时间很长，准备在牢里慢慢跟墙壁狡辩吧。带走。宋哥，今天测试的10组数据，最高只做到了 RR 0.051，最低掉到了 RR 0.065，波动太大了，这种数据交上去必死无疑。结合剂的问题。结合剂？你前几天配的那个纳米柔性树脂，不是成功突破过一次 RA 0.049吗？配方出错了，那一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CM 材料的摩擦生热速度太恐怖了，在进行极微量切割时，让口局部的瞬间温度会瞬间突破400度。树脂结合剂在这个温度下会发生微观软化，导致包裹在里面的金刚石微粉大面积脱落，切削力瞬间失控。要实现长风项目 RA 0.05的绝对量产，不仅需要手感，更需要工具的革命。我必须找到一种在极度高温下依然能保持非牛顿流体特性的研磨基底，既能死死包裹住最硬的金刚石，又能在摩擦瞬间卸掉陶瓷基的退性应力。现代工业的化学合成树脂根本做不到这种自适应的物理特性。宋哥，都凌晨2点了，你去哪儿？去见师傅，只有他那里可能有破局的东西。卡住了。师傅，现代的树脂配方扛不住第4代陶瓷机的瞬时高温，我需要一种绝对稳定的古法介质，一种能在400度高温下保持非牛顿流体特性的东西。宋远，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1964年，大西北国家的绝密工程，那时候没有任何进口的高精密机床，连最基础的数控技术都被国外死死封锁。你师公当时是基地里唯一的8级钳工，为了加工离线机的核心轴承，他们面临着和你现在一模一样的死局。特种钢材硬度极高，温度一上来，所有的常规研磨膏全部失效，刀具全被烧毁。施工是怎么解决的？他带着几个老手艺人，在戈壁滩上熬了整整1个月，用纯天然的深海抹香鲸脑油混合了西北特有的野生核桃青皮榨出的酸液，再手工研磨出2000目的天然金刚石粉末，混合熬制。这种动物油脂和植物酸液发生皂化反应后，形成了一种完美的自适应非牛顿流体。平时像果冻一样柔软，但在极高转速和极高温度切香瞬间，它会瞬间硬化，锁死金刚石微粉。切完之后又会瞬间软化，吸收掉所有的破坏性应力。60年前的手工非牛顿流体研磨膏，这简直是神迹！你师公当年用它，在没有任何精密仪器的辅助下，徒手磨出了误差不到1微米的离心机轴承，硬生生把核工程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半罐老膏，他临终前传给了我。我这辈子没碰上配得上他的绝密剑，所以一直封存在这里。现在它是你的了，拿去！用60年前老一辈手艺人的魂，去破你今天的科技壁垒。师傅，我绝对不让他蒙尘。最后一件了，生死成败就在这一刀。
这切削感太顺滑了，就像在用热刀切黄油，这根本不符合物理学常识。小孙，上轮廓仪。0.048，宋哥，我们干死了那个不可能。0.048呀，机器做不到的，我们用手做到了。施工60年了，您的手艺依然能斩断这个世界上最硬的骨头。张总工，长风的样片我做完了，最终精度 RA 0.048，明天上午我亲自带去北京测试。张总工，这组数据是真实的。林老，设备是您亲自校验的，探头是今天早上新换的。这件样品的表面粗糙度就是 RA 0.048。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上个月我去德国慕尼黑参加材料学闭门会议，弗劳芬霍木研究所所长亲口承认，目前全球最顶尖的5轴联动数控系统，在 CME 陶瓷基表面的加工极限是 RA 0.06。这不仅是刀具硬度的限制，更是材料本身脆性应力释放的物理瓶颈。机器的刚性劲刀一旦达到 RA 0.06，就会引发亚表层微裂纹。你们这件样品是怎么突破物理学常识的？哈哈哈，林老，突破物理常识的是他的一双手。张总工，在长风这种国之重器面前，不要开这种玩笑。人的肌肉纤维控制精度怎么可能超过纳米级的自负电机？林院士，电机的确比人精确。但电机是死的，它不懂得退让。退让？陶瓷基材料的硬度极高，同时也极脆。5轴机床的切削是刚性的，遇到硬点，它会凭借巨大的功率强行碾压，结果就是表面虽然平整了，但材料内部却被撕裂了。手工精修靠的是指腹对金属反弹力的瞬时感知，遇到硬点，手部的神经反射会比程序更早地做出微小的收缩和卸力，这在机械加工里叫柔性切削。理论成立。但 CM 材料表面极其坚硬，连均钢石刀头都会被磨损。你的手再柔，没有合适的研磨物质，也无法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你怎么切削？林院士，这是我施工60年前在大西北搞绝密工程时，用深海抹香鲸脑油、野生核桃沁皮酸液和2000物金刚石微粉手工熬制的非牛顿流体研磨膏。常温下它是软的，但在切削瞬间，400度的高温和高速摩擦下，它会瞬间发生微观固化，死死锁住金刚石微粉，变成最锋利的刀。越过硬点后，温度微降，它又瞬间软化，吸收掉所有的破坏性应力，这就是破局的武器。60年前，大西北动物油脂自适应应力吸收。我们这帮搞科研的，天天盯着国外的最新论文，砸了无数的经费去买洋人的机床，却忘了在我们中国老一辈工匠的手里，早就藏着这种充满智慧和灵魂的工艺。好孩子，好孩子，这双手，这罐膏，不仅是工艺，这是中国人的骨气。林老，为了彻底验证样件的实战性能，长风项目的模拟风洞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进行马赫数4 2200度极限点火测试。马上点火！我要亲眼看着这件手工艺术品怎么扛住超高音速的烈焰。气流增压启动，马赫数2，马赫数3，突破马赫数4，等离子点火。扛住，一定要扛住啊！报告，气流边界层完美贴合，团流系数低于0.1%，没有产生任何局部热斑，叶片结构完整度100%。宋远，今天你用这双手给中国下一代高超速飞行器安上了最强硬的心脏。我代表长风项目全体科研人员向你、向远金工致敬。林老，这是我的本分。从今天起，你就是这门手艺的艺术家，是国防制造的无价之宝。顾平，长风项目第1阶段2000件 CM 涡轮一片，不管远金工开价多少，全部单一溯源给他们，并且把远金工的保密级别立刻提升至国家绝密级，任何外资背景的机构不得对其进行渗透和干预。宋总，圈子里传疯了，长风项目单价16万，3个亿订单砸你头上了，外面还有暗哨巡逻。我带了1亿追加投资，现在跟废纸没区别了，有国家背书和3亿订单，你根本不需要资本了。我今天是准备出局的。谁说让你出局了？
你签字了，宋总，你根本不缺钱。周总，我这人不吃独食。第一，产能虽然扩大了，我要建国家级数据库，要资金引进超算人才，这是你强项，你来操盘。第二，也是最重要一点，远精工不能只做代工，拿这笔钱收购刀具厂，我要建立绝对标准。启航资本院校犬马之劳。宋哥，刚接到航科集团外事办的电话，什么事？日本三菱重工的一位副总裁带着他们航空动力部门的首席泰斗，点名要求来华访问远精工，航科那边已经批准了。三菱重工，他们来干什么？外事办说，他们是在国际期刊上看到了关于长风项目 CM 材料突破加工极限的边角消息，闻着味儿就来了。明面上说是技术交流，实际上肯定是想来摸我们的底，甚至是来求购技术的。求购技术？当年我们搞不出发动机的时候，去求他们，他们连厂区的大门都不让我们进。现在想来买我手里的技术，告诉航科外事办，我接见。グレはあなたにもでは人中今しないだ。宋总，宫本副总裁说，久闻远精工在 CM 材料精密加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菱重工抱着极大的诚意，希望能与远精工达成深度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怎么合作？直说。宋先生，这是我们三菱重工用最新一代7轴联动微米级数控气虫，配合超硬聚晶金刚石刀头加工出来的 CM 样块，它的表面粗糙度达到了 RA 0.065，这是目前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机械加工能达到的绝对物理极限。听说宋先生用手工做出了 RA 0.048，我们三菱重工的高层极其震惊，但也深表怀疑。怀疑什么？怀疑我造假？不，宋总误会了，我们相信航科集团的信誉，数据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手工制作1、2件样品是一回事，实现工业化量产是另一回事。5000万美元，三菱重工希望能全资买断宋总加工 CM 材料的核心参数，以及那种特殊研磨介质的配方。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提供10台刚才提到的7轴机床给远精工，帮助你们实现真正的自动化量产。宫本先生，5000万美元买不走中国的国之重器。宋总嫌少，价格还可以商量。不是钱的问题，是你们买过去也用不了，因为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精密加工。ふざけるな！お前は何を言っている？渡边先生说，您太狂妄了。三菱重工有100年的航空制造历史，你们的发动机产业才起步多久？人类的肌肉纤维根本不可能稳定控制超过纳米级的误差。如果不用我们的车床，你们所谓的量产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渡边先生，你说你们的 RA 0.065是物理极限？是，材料的脆性决定了，再往下进刀，内部必定产生微裂纹。进刀角度偏了3度，切削液的冷却速度跟不上刀头的摩擦生热。最致命的是，你们太迷信机器的刚性了。这块样嵌表面看着光滑，但在压表层5微米的深度，至少隐藏着6条因为应力无法释放而产生的暗裂纹。装上发动机，寿命不会超过100个小时。你胡说！你连仪器都没用，怎么可能知道里面有暗裂纹？因为我摸得到材料的惨叫。既然三菱重工号称有100年的历史，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大国的手艺。出来！宋总，这就是你们的量产线，全手工。带了轮廓仪吗？测一下。0.052，零微裂纹，这怎么可能？渡边君，怎么回事？宫本阁下，他们废品比最高杰作还要完美，我们的机床在他们面前就是废铁。学徒手抖了半毫米被淘汰。长风项目底线是 RA 0.048，你们100年历史被机器锁死了上限，我们用手打破。哼，那5000万留着修机场吧。宋总，我们输得心服口服，打扰了。等等。这块样件还给你们，放在高管会议室里。什么时候能毫发无损刻出这4个字，再来谈技术。慢走，不送。真解气！来时鼻孔朝天，走时跟孙子一样。老刘，打赢几只过江龙算不了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把护城河挖到他们看不见的深度。总有一天，要让所有巨头面对中国引擎时只能仰望。远哥，快出来，别看显微镜了。慌什么？
天玄的毛坯断货了，比毛坯断货还大。张总工还有林院士2位国家级泰斗，刚才坐着军牌红旗车直接停在咱们厂门口了，后面还跟着航科的媒体宣传干事，扛着好几台摄像机。哈哈哈，宋远，没打扰你带徒弟吧？张总工，林老，有事您打个电话，我马上带数据过去就行。这种事在电话里说就是亵渎，必须我们2个老家伙亲自登门才算庄重。大国工匠，没错，2年1届，全国只选10个人，这不仅仅是一个荣誉，更是国家对你们这些默默无闻却能托起大国重器的尖端制造手工人的最高认可。长风项目的 CMC 材料，国内几百家大企业，甚至国家级实验室都束手无策。你不仅挽救了长风项目，更让我们在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发进度上至少提前了5年。宋远，这个荣誉你当之无愧，你一个人1双手抵得过国外10个亿的5轴联动数控机床。2位首长，这份荣誉很重，但在签字之前，我想请你们看一样东西。看什么？看远精工的未来，或者说看我国航空制造手艺的尽头。林老，您说我这双手抵得过10个亿的机床，哪怕我倾囊相授，培养了这68个学徒，但是如果国家在极端工况下一天需要3000件、3万件长风一片呢？靠我这双手远远不够。宋远，你想说什么？我说过，手工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工业化霸权。这1年，我磨了整整2000件天旋和长风翼片，我每刀切下去的角度、力度，指腹感受到的反弹力，瞬时温度的变化，我都让小孙用高频微观传感器毫无保留地记录了下来。我在用我的手喂养一个 AI 切削算法，切香力度、角度、瞬时温度波峰，你把人手的神经反射全部量化成了微观物理参数。是，德国人的数控机床为什么牛？因为他们有100年的材料切削数据库，喂养他们的 AI。而我们一直想靠买他们的机器来弯道超车，却买不到他们藏在底层的核心数据。我这双手就是我国目前最好的传感探头，我用它在第4代单湿合金在 CMM 陶瓷机上试错，每一次完美的 RA 0.048，每一次失败的崩裂，我都让传感器记录下来。林老、张总工，单靠我一个人成不了大国重器，我要把远精工变成我国航空发动机精修算法的数据母体。我要把我这双手上的手感刻进国产数控机床的底层代码里。好一个数据母体！宋远，你这是要把自己的饭碗直接捐给国家啊！我不捐，这门手艺迟早也会失传。施工当年没有电脑，只能把手感藏在老高里。现在我们有了算力，就必须把它变成数字长城。宋远，这个字我签的心服口服。远精工的智能精修系统，国家给你立项，经费、超算资源，航科全包了，定不辱命。顾部长，这一批3000件的长风改型叶片全部下线了，国产机床搭载我们的宋氏手感算法，次品率已经降到了10万分之一。好小子，10年前谁能想到卡了我们脖子几十年的形面精修，最后是被你们这帮灰领彻底掀飞的。顾总、孙总刚刚盘完今年的账，远精工全年营收正式突破8.5个亿，我们在国内高端航发精修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90%。去年那个想来求购我们技术的三菱重工，他们的精修部门上个月刚刚宣布裁员重组了。降维打击，这是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老宋呢？今天可是远精工成立10周年的大日子，大家都在等他。各位，我提一杯。10年前，我刚跟着宋哥的时候，精度是 RA 0.42，还只是个拖后腿的，现在能做到0.045。但是比起宋哥，我永远觉得惭愧，因为不管赚800万还是8个亿，宋哥永远最先到，最后走。这杯酒敬宋哥。大家都做。10年前，有人跟我说，出了天辰，以我技校毕业的条件，收发快递都是高攀，最底层都不够格。后来事实证明，就是最底层的灰领磨出了最高精度的叶片，把国外100亿巨头逼到墙角。所以，别让任何人、任何资本去定义你值多少钱。你在金属上留下的每一道痕迹，那就是你真正的价格。师傅，回去好好歇着。那罐老高我还在改良，下周拿给您看。别把手生了。您放心，